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人民银行尚未降息，但分析师认为它将不得不采取行动。彭博社，由于疫情后经济复苏放缓，交易员增加了对中国货币宽松的压注。最近几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和固定投资均未达到预期。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迄今尚未降息，但一些分析师认为它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中国的增长。然而，法国兴业银行警告说，任何伴随住人民币走软的中国利率反弹都不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耶伦证实，美国限制在华投资，政府尚未最终确定方法。路透社，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派翠克·麦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在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6月7日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之前，质疑拜登政府提议限制美国在华投资的有效性。据信，拜登政府正计划在敏感领域实施有针对性的限制，以吸引美国在存在国家安全问题的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耶伦证实，政府尚未最终确定其方法，但任何限制都将是狭隘的范围和针对性。美国债务坏人、弱者和丑陋者。纽约时报评论版。随着美国债务上限的讨论继续威胁到政府潜在的拖欠付款，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至少有一些政府成员或接近政府的成员似乎更倾向于拒绝提议的僵局解决方案，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反对绕过债务上限的反对意见主要被框定为技术官僚或法律，但克鲁格曼声称，这些反对意见主要是政治性的，并敦促政府用尽所有选择，并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他建议考虑的措施包括无视债务限额或英国式永续债。英国散户投资者涌入后备母猪 ，AJ Bell 说。金融时报，投资平台 AJ Bell 报告称，尽管债券市场最近面临逆风，但英国散户投资者一直在投资金边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产品。AJ Bell 首席执行官 Michael Summersteel 表示，客户对英国政府债券的投资增加了一笔可观的金额，并补充说，2024年1月到期的金边债券是截至3月31日的3个月中最受欢迎的投资产品。散户投资者的需求不断上升，反映了近期机构在利率上升和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转向固定收益产品，因为投资者希望锁定更高的收益率。早间出价，周五快乐，这是人工智慧繁荣时期。路透社，在纳斯达克3周来最好的一天之后，亚洲股市可能会在本周高位收盘，尤其是科技股。本周的其他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东京消费者价格通胀率的最新情况、澳大利亚的零售销售以及新加坡的制造业产出。当地货币对美元仍面临压力，但希望美国立法者接近就债务上限达成协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情况。柠檬变成柠檬水，高中辍学生积累了9亿美元的财富。澳大利亚时代报，据彭博社采访，英国商人迈克尔·弗拉克斯 （Michael Flax） 悄悄收购了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资产，在出售从服装和油漆分销到清洁服务等一系列业务后，他将加强交易。拥有6亿美元净资产的 Flax 刚刚完成了4年来的第4笔交易，收购了美国涂料制造商 Kellymore Paints。尽管利率上升，但弗拉克表示，他将继续投资于潜在的长期风险机会，例如从不再需要资产的大公司购买资产。虽然他表示他将考虑的交易类型没有限制，但他排除了投资香烟或电子烟品牌的可能性。Flack 集团正在佛罗里达州开发其第一个住宅房地产专案，靠近他在迈阿密独家费希尔岛的房产。ASX 将下跌，尽管人工智慧狂热推动华尔街走高。悉尼先驱晨报，投资者对人工智慧 AI 的兴趣推动了股市的发展。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尾盘上涨 0.8%。此前，晶圆制造商英伟达 （NVIDIA） 发布强劲报告称，其客户正在竞相将人工智慧纳入每个产品、服务和业务流程。英伟达股价上涨 25.3%。此前，该公司预测本季度收入约为110亿美元。其他晶片制造商的股价也上涨，微软上涨 3.5%， Alphabet 上涨 1.7%。报告显示，投资者对人工智慧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兴奋，尽管批评人士警告说潜在的泡沫存在。
美国推动对华投资控制，打击欧盟阻力。彭博社，欧盟 EU 贸易部长们讨论了对美国呼吁加强对华投资监管的担忧。欧盟大使会议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欧盟旨在开发法律工具，监测对欧洲安全水准构成风险的投资。对外投资筛选工具是即将到来的经济安全要素的一部分。据报道，欧盟官员正在讨论如何与美国一起调整其对外投资的筛选策略。西方官员担心，在中国的投资可能导致北京获得敏感资讯，并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发展做出贡献。虽然计划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在2024年6月举行的欧洲大选之前，不太可能引入任何监管框架。美国可能只有 AA 加。彭博观点，惠誉评级 Fitch Ratings 已对美国 AAA 评级进行审查，并警告称未能就该国的债务限额达成协议的危险。然而，阅读争议中的选项一断言，如果发生降级，评级下调将导致混乱，强制抛售的可能性极小。可能的情况是，投资者在审查了合理的论点并决定采取行动方案后，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头寸，包括对冲或购买国债。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将美国评为 AAA， 前景稳定，其观点仍然坚定。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Mark Zandi 表示，他预计在截止日期前将成功解决问题。第一季度 GDP 上调，美国经济继续抵抗衰退。国会山报观点，美国经济似乎在继续抵抗衰退，尽管预测很快就会出现严重衰退。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 1.3%， 高于此前估计的 1.1%， 尽管有迹象表明环比商业投资势头减弱。尽管如此，就业和支出仍然足够强劲，表明经济严重收缩并非迫在眉睫，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此外，在大流行最初的供应冲击之后，一直很高的企业利润现在正在下降，工作力正在接管。此前，疫情后利润导致通胀上升。Conchell 的研究表明，企业提高价格是因为他们可以。随着加价的下降，通货膨胀率也随之下降。美联储银行家在提高利率方面存在分歧，并建议经济模型需要修改以捕捉新的通胀情况。包括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 Christopher Waller 在内的一系列银行家重申了这种情绪。他提出了在必要时跳过加息的可能性。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5月的加息实际上是最后一次加息。英伟达股票乘助人工智慧浪潮，未来还会有更多。彭博观点，美国晶圆制造商英伟达 NVIDIA 现在是无与伦比的故事股，可以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可能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保持其非凡的估值。根据彭博社的观点，英伟达的市值是当前收益的186倍，已成为投资者仍然愿意投资的终极炒作股票。尽管英伟达的股价今年上涨了 161%， 市值也有很多希望和梦想，但董事长黄仁勋 Jensen Huang 也围绕其技术创建了一个难以复制的软体生态系统，这给了他一条更难被攻破的护城河。令人印象深刻的市场预测是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了 2.3%。此前，该公司预计截至7月的季度销售额为11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71.8亿美元。近年来，英伟达的晶圆正在成为许多值得关注的技术发展的强大引擎，例如游戏、加密挖掘、自动驾驶汽车和 GPT 聊天机器人技术。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